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主角是我们的小美女思思。思思是北京人，在中央美院读书，画画可好啦。去年暑假，她独自一人去台湾旅游，没想到这一趟旅行不仅让她遇见了生命中的那个他，还彻底爱上了台湾这片土地呢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思思这个姑娘。她从小学画画，性格特别温婉可人，但是骨子里又有点文艺青年的小倔强。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，每天在写生课上画不完的风景，可她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朋友圈看到闺蜜在台湾旅游的照片，那些充满人文气息的街道、古朴的庙宇，还有满街的创意市集，一下子就勾起了她的兴趣。我一定要去台湾看看。思思当时就这么想着，说干就干，立马订了机票。她的父母虽然有点担心女儿一个人出远门，但是看到女儿坚持的样子，也就默许了。其实这也让我感慨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有想法，也很勇敢。思思刚到台湾的第一站是台北，她选择住在了永康街附近的民宿。这里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民宿老板娘知道她是独自来旅游的大陆女生，特别热心的给她介绍了很多当地特色景点，还手写了一份美食地图。这份温暖让思思觉得自己不是个外地人，而是被当成了家人。阿姨，您人太好了吧？思思感动地说。老板娘笑着回答，来台湾玩就是要好好享受，安啦。第二天一早，思思就按着老板娘给的地图开始探索。她先去了国立故宫博物院，看到了传说中的翠玉白菜。作为美术生的她看得如痴如醉，连讲解员细致入微的解说都让她感动不已。这跟她在大陆参观博物馆的体验很不一样，这里的工作人员更有耐心，讲解更细致，而且不会因为游客多就显得不耐烦。正当思思在博物院专注的写生时，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她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里可以坐吗？一个温柔的男声传来，思思抬头一看，是个戴着眼镜的帅气男生，手里也拿着画板。这个男生就是阿杰，台大医学院的研究生，平时也喜欢画画。两个人就这样聊起来了，从艺术聊到人生，从台北聊到北京。思思发现阿杰不仅知识渊博，还特别有趣，说话时总是带着淡淡的台湾腔，让人觉得特别舒服。哎，要不要一起去吃鼎泰丰啊？他们的小笼包超好吃的，阿杰提议道。思思开心的点点头，他还从来没跟台湾男生一起吃过饭呢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每天阿杰都会抽出时间陪思思逛景点，带她去吃地道的台湾小吃。他们去了宁夏夜市，吃着香喷喷的蚵仔煎，去了九份，在雨中漫步于古街，还去了淡水老街，看着夕阳西下。这些美好的景致让思思不停地拿出画本写生，而阿杰就安静地坐在一旁陪着她。思思觉得这大概就是最浪漫的事情了吧。思思在台湾不仅收获了爱情，还经历了一件让她对台湾医疗系统刮目相看的事情。在台湾旅游的第5天，思思跟阿杰去了野柳地质公园。那天阳光特别好，思思兴致勃勃地在女王头附近写生。可能是太专注了，一不小心在岩石上滑了一跤，手腕扭伤了。阿杰看到后立刻紧张起来，二话不说就带着思思去了附近的诊所。不用这么麻烦啦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思思有点不好意思，在大陆她总觉得看病特别麻烦，更别说是在外地了。哎呀，身体最重要，我们台湾看病很方便的啦。阿杰安慰道。到了诊所，思思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。首先，挂号费才几十块新台币，而且不用排长队。医生特别亲切，详细询问了他的症状，还亲自帮他做了简单的理疗。更让思思惊讶的是，整个过程下来，包括药费在内，才花了几百块新台币。真的假的？这么便宜？思思忍不住感叹。在北京，光是挂个专家号就得好几百，更别说还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。阿杰笑着解释说，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啊。虽然你是外地游客，但是基本的医疗服务还是很平价的。这件事让思思特别感动，她发现台湾不仅风景美，人文气息浓，连医疗体系都这么人性化。后来阿杰还带她参观了台大医院，
跟他讲解了台湾的医疗制度。思思这才知道，原来在台湾看病不仅便宜，而且特别人性化，就连偏远山区都有完善的医疗网络。除了医疗体系，台湾的旅游服务也让思思觉得特别温暖。景点里的指示牌都很清晰，而且有中英日韩多种语言。公共厕所不仅干净，还会放着音乐。公交车报站又清晰又贴心，还会用闽南语报站，听起来特别有趣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注重细节吗？阿杰问思思。为什么呀？思思好奇地问。因为我们相信，生活就是要互相体谅，互相照顾啊。阿杰温柔地说。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思思。在台湾的这些日子，她感受到的不仅是硬件设施的便利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就连在便利商店买个饮料，店员都会说谢谢慢走，让人觉得特别温馨。渐渐的，思思发现自己爱上了台湾这片土地。她喜欢这里悠闲的生活节奏，喜欢人们脸上真诚的笑容，更喜欢处处都能感受到的人文关怀。而阿杰则是上天给他的最好的礼物。在台北市立美术馆，思思和阿杰度过了很多美好的下午。他们一起欣赏展览，讨论艺术，畅想未来。阿杰会用他独特的医学视角解读艺术品，而思思则会用画笔记录下感动的瞬间。两个人的世界就这样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。思思，你有没有想过留在台湾？有一天，在台北101观景台上，阿杰突然这么问道。思思愣了一下，他确实动过这个念头。在台湾的这段时间，他真的找到了心灵的归属感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，让他不舍得离开。在阿杰的提议下，思思决定延长了在台湾的停留时间。他跟北京的父母视频通话，认真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让他感动的是，父母虽然一开始有点担心，但听说了阿杰是医生，还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后，态度明显软化了。妈，您放心啦，这边生活节奏很舒服的，而且阿杰人超好的。思思撒娇道。哎，阿姨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思思的。阿杰在旁边认真的保证。父母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，也就默许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思思跟阿杰开始认真规划未来。阿杰带着思思去看了他工作的医院，那是一家口碑很好的私立医院。思思发现，台湾的医院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。走廊里放着轻音乐，墙上挂着温馨的绘画，连护士站都布置得像咖啡厅一样温馨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医院的艺术治疗室。阿杰带着思思参观，说不定以后你也可以来这边当美术治疗师呢。这个提议让思思眼前一亮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专业不仅可以创作艺术品，还可以用来帮助他人。在台湾，艺术治疗已经很成熟了，很多医院都设有相关科室。思思开始认真研究在台湾发展的可能性。她发现，台湾不仅有完善的医疗体系，教育资源也很丰富。她可以一边工作，一边继续进修艺术治疗相关的课程，而且这里的学习环境特别友善，老师和同学都很热心帮助外地来的学生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的研究所很注重跨领域学习。阿杰告诉思思，像你这样的艺术背景，反而是很多医疗机构想要的人才哦。渐渐的，思思在台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她开始接触一些艺术教育的工作，在社区大学教画画。台湾的学生特别可爱，上课总是认真听讲，下课还会主动帮忙收拾教室。这种处处都能感受到的生活细节，让思思越来越喜欢这里。不仅是工作，连生活都充满了惊喜。思思发现台湾的便利商店简直就是生活百宝箱，缴水电费、买演唱会票、寄快递都可以在便利商店解决，而且服务员总是笑容满面，让人心情特别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的便利商店还可以代收网购包裹呢。阿杰得意地介绍道。真的假的？太方便了吧！思思惊叹道。这些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让她觉得在台湾生活实在太幸福了。最让思思感动的是，台湾人对长辈的关照。她看到街上很多无障碍设施，公车也都是低底盘的，方便老人家上下车。超市里还有专门的银发专区，摆放适合老年人的商品。等以后我们也老了，在这边养老应该很幸福吧？思思感叹道。当然啦，我们这边对乐龄族群可照顾了。阿杰笑着说，而且你看，公园里每天早上都有太极拳课程，
社区活动中心还有各种兴趣班，让老人家也能过得很充实。这样的生活图景让思思心动不已。她发现台湾不仅是个适合年轻人打拼的地方，更是个适合安居乐业的温暖天地。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思思发现这里的生活成本其实挺合理的。虽然房价在台北市区是不便宜，但是像新北市这样的卫星城市就平价很多。而且台湾的餐饮价格特别亲民，小吃夜市的美食都很实惠，便当也才100多新台币。你看，我们这边虽然工资不是特别高，但是生活品质真的不错啦。阿杰经常这样跟思思说。确实，思思觉得在台湾的生活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，大家都不会特别攀比，反而很注重生活的质量。有一天，阿杰带着思思去了淡水老街，在红毛城前面，他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戒指，思思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这一刻，思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夕阳下的淡水老街，来来往往的游客，街边飘来的咖啡香，还有阿杰深情的眼神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好，思思红着脸点点头。订婚后，两家人见了面，思思的父母特地从北京飞来台湾，阿杰的家人也从台中赶来台北。让思思特别感动的是，阿杰的父母完全没有大陆媳妇这样的偏见，反而很疼爱他。思思啊，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讲哦。阿杰的妈妈拉着思思的手说，婚后，思思在阿杰工作的医院如愿成为了一名美术治疗师。她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很重视病人的心理康复，通过艺术治疗，她帮助很多病人走出心理阴霾，这让她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谢谢你，思思老师。因为画画，我现在心情好多了。一位癌症病人这样对思思说，这样的话让思思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现在的思思和阿杰在新北市买了一间温馨的小屋，位置虽然不是特别市中心，但是交通很方便，而且周围环境特别好，有运动中心、图书馆，还有很多咖啡厅。每天清晨，思思都会去家附近的早餐店买温热的豆浆和刚出炉的蛋饼，老板娘总是笑呵呵地跟她寒暄，问问阿杰最近工作忙不忙。这种邻里之间的温情让思思觉得特别温暖。就是这样啦，我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感慨命运的奇妙。一个偶然的旅行，不仅让思思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，还找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。现在的她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用她的话说就是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各位朋友们，你们相信缘分吗？相信台湾这片土地的魅力吗？欢迎大家来丽姐这里分享你们的故事，下次见啦！